你每天都很忙，也做了很多事情，但隔一段时间回头看，会突然冒出一句：“我到底在干什么？”我们越是忙忙碌碌，我们越是碌碌无为。现代社会无论是在资本、消费以及技术的裹挟之下，不断加速运行，搞得这个现代人是越来越忙。然而呢，成天忙来忙去，都不知道自己成天在干什么。因此呢，这里登场的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罗萨对人的异化的病因诊断是：现代社会不断加速发展，于是导致人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被推入一种工具化、冷漠化、失去回应的状态，而这就是一种关系的异化。我们一步一步来解释这个关系异化的逻辑。首先我们为什么总是感觉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活得越来越不是自己了呢？一个初步的感受就是我们成天太忙了，对吧？我们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上班时候忙着搬砖，下班以后忙着买，然后又在技术的裹挟之下忙着各种提升效率。但是我们为什么总是这么忙呢？罗萨指出，是因为现代社会整体在加速。罗萨指出，现代性就是一种加速的过程，这个加速包括以下3个维度。首先是技术加速，也就是工具和技术本身变得越来越快这个很好理解这个计算机界就有所谓的摩尔定律简单说就是计算机的性能每隔2年就会翻1倍。再比如，尤其是最近这一波的大语言模型的发展速度已经不是按年来算的了，可以说就是按天来算的了。更强大的模型是越来越日新月异的冒出来，技术的加速呈现出一种指数级增长的态势。第2个维度的加速是社会变迁的加速，也就是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本身变化的越来越快。比如我们在最近这10多年感受的特别明显以前买东西都得到线下门店，结果突然线上购物开始普及了以前我们必须自己做饭，结果突然我们通过叫外卖解决伙食问题的以前打车都得到路边用手拦，结果突然我们都用手机叫车了。在古代可能好几代人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成不变的，但在今天我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每年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第3个维度的加速是生活节奏的加速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最直接能感受到的。就是以前一个人每天只能干特定的事情，而现在有了技术的加持之后一个人在单位时间里面能干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我们可以在1天内完成购物、叫保洁阿姨、坐高铁去上海见客户，在高铁上用 AI 生成业务提案，然后在上海见完客户以后回北京，晚上再订个高级餐馆陪女朋友吃饭，等等等等。我们每天的生活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同样的时间我们被塞进了更多的事情里面，整个人始终处在一种被推着往前走的状态。这就是现代社会不断加速的3个维度。而且注意这3重加速是相互促进的，形成了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使得现代人在这个不断加速的机器里边越来越忙碌。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是什么造成了现代社会不断加速的呢？罗萨认为，驱动这个加速循环持续运转的是2大引擎。第一是竞争逻辑，就是人们害怕落后，如果你不快，你就会在经济和社会竞争中输掉，所以你就得不停地卷嘛这个比较好理解那第2，加速也来自一种文化应许，或者叫做对加速的许诺。就这个现代人相信人生是有限的，人生在世2万多天，我们必须在这有限的2万多天里面，尽可能的做更多的事情，有更多的体验包括做更多的工作，有更多的娱乐体验，认识更多的人，等等等等。你要是没有在这有限的生命里面尽量做更多的事情，认识更多的人，你就会很焦虑，对吧？人生有限，你好急你就只能通过不停的做事儿，好像就给你带来生活好充实的感觉，仿佛你可以通过加速做更多的事情来抵抗有限的人生。所以人们就越来越忙，忙着挣钱，忙着娱乐，忙着购物，忙着特种兵式的打卡旅游。所以现代人并不只是被迫加速，而是主动要加速，主动的把自己搞得越来越忙。我们一方面既被逼着奔跑，另一方面又真心以为跑得更快会更幸福。但是跑得更快就真的更幸福了吗？并不是的。这里就要指出罗萨认为的异化的根源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加速机器中好像很忙碌，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产生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体验，但是我们好像每做一件事情都不是走心的。我们越是忙忙碌碌，我们越是碌碌无为。就你虽然一直在和这个世界打交道，却越来越感到这个世界不再回应你。你在加速的工作、消费、社交、学习、出行，但这些你和世界和他人的联系只是浅尝辄止的接触，而不是真正走心的关系。你做的各种事情更多是走个流程，而不是被世界触动。
在罗萨看来，异化说到底是你和这个世界失去回应的关系。好，说到这里，我们现在就能理解罗萨指出的异化的病因了啊！再说一遍，现代社会不断加速发展，于是看起来越来越忙碌的人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被推入一种工具化、冷漠化、失去回应的状态，这就是一种关系的异化。那做出了初步的病因诊断以后，罗萨进一步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病理分析，就说呢，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的异化分为5种形式。第一，空间的异化，就说呢，现代化造成的城市化，使得人频繁迁居，不停的搬家，从而使得人无法与物理空间建立亲密感和归属感，导致家乡感的丧失。要知道啊，人对一个地方产生亲密感啊，这个地方就成了某个人的家乡。比如你小的时候住的那条街，你知道哪棵树底下夏天最凉快啊？知道巷子口那家早餐店的老板几点收摊啊？知道哪个拐角能抄近道？你熟悉他，你也认得他。但是你在这个加速社会里面一次又一次的搬家，就很难对一个地理空间产生这种亲密与熟悉的感觉。这就是罗萨说的空间异化，你和物理空间之间的关系变得短暂可替代，你在空间上没有归属感。第二种形式的关系异化就是物件异化，就是你和你身边的东西之间的熟悉感也在消失。由于这个消费模式的快速更新啊，我们用的东西不再被用到坏，所以呢，我们无法与日常物品建立情感联系。就从前的时候啊，我们把一双袜子、一辆自行车，甚至一台计算机，一直用到完全坏掉，这能修就修，能打补丁就打补丁啊，用到实在无法再用。我们会发现啊，这些物品已经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你想想啊，一双穿了好几年的袜子啊，你知道它哪里磨破了啊，哪里有个小洞？哎，一辆开了10几年的车，你知道哪个档位有点涩啊，哪个季节容易出什么小毛病，甚至方向盘上的那道划痕，你都能说出是哪一次长途旅行中留下的。但是在加速社会里边，对吧？东西太便宜了，现在商家都是只换不修，修东西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重新买一个。而且呢，这科技产品更新迭代的速度太快了，一台手机用不了1、2年就感觉落后了，不停的换。于是这就造成你与你身边使用的物件之间是陌生的，它们在你手里短暂停留，然后立即就会被下一代产品取代，你没有机会和它们一起积累共同生活的痕迹。那第三种形式的关系异化就是行动异化。简单说呢，就是我们明明一直都在做事儿，却越来越难真正进入一件事儿。就人们做一件事儿啊，并不是真正想要做这件事儿，并非来自内在的兴趣和认同，而好像是为了做而做，失去了内在的连贯性和沉浸感。比如说呢，你花钱买了一台昂贵的单反相机，心想着啊，我要认真学习摄影啊。你看了好几个开箱视频啊，又买了三脚架、滤镜、广角镜头啊，先是做了一个装备档，你甚至还报了网课。但是呢，每次想出门拍照的时候啊，总是会被别的事情打断啊，回个工作消息啊，刷会短视频啊，再看一眼新出的镜头测评啊。几个月过去了，你的相机用了不到10次，大部分功能还不熟悉。然后你对此开始焦虑啊，转头又花钱买了3个镜头，报了3门摄影课。你的所谓的行动，其实一直停留在准备行动的阶段，从未真正进入行动本身。关系异化的第4种形式是时间的异化，就说呢，一个人经历了大量的体验，却积累不下什么记忆。这就说呢，时间在生命里流过，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比如你窝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啊，手指一滑接一滑，看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短视频，等你终于停下来，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了。但你现在回想刚刚过去的那3个小时，自己到底看了些什么呢？你能记住几个视频呢？你大概率一个都想不起来。你体验了满满3个小时的画面和声音的刺激，但记忆几乎为零。关系异化的第5种形式是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而这是前4种异化叠加后的最终结果，也是罗萨指出的关系异化的最终表现。当你与空间、物品、行动、时间都失去了深层联系，那么你与自己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也必然被扭曲。这其中的自我异化指的是你无法清晰地回答我是谁，因为你缺少那些能够定义你的锚点。你没有一个从小长大的家乡，没有几件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的物品，没有几件你全身心投入过的事情，没有几段被你深刻记忆的时间。你每天都很忙，也做了很多事情，但隔一段时间回头看，会突然冒出一句：我到底在干什么？这不是单纯的迷茫啊，而是你做过的事儿、花掉的时间、接触过的人，并没有真正整合成一个你在其中能够认出的自我。这就是自我异化。而社会异化则是指你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功能化、可替代化和快餐化。
你有很多联系人，但很少有真正的朋友。你参与很多的社交活动，但很少感到被理解、被触动。你在工作上合作对象有很多，但关系都高度功能化。你在交友软件上划来的约会对象也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换啊，看起来你有很多约会对象啊，约会也跟走流程似的啊，先是聊聊音乐，然后聊聊电影，然后聊聊康德，然后说我家也有好康德。你们的约会就像交易似的互相提供肉体欢愉和情绪价值。关系进入的成本变得极低，但退出的成本也几乎为零。你与其中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进入一段能够深度交流的关系。用罗萨的话说，这种人与人之间异化的关系，就是一种缺乏关系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很亲密，但实质上很冷漠。罗萨讲的这5种异化，归根结底都是一种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的异化。你与包括空间、物品、行动、时间、他人在内的整个世界断缺了深层的联系。你住过很多地方，但没有一个地方是你的家乡。你手头有很多物品，但那些物品没有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做了很多事情，但那些事情并不是你真正想做的。你经历了很多时间，但那些时间并没有留下深刻的记忆。你活着，却越来越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你交往过很多朋友，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与你交心。世界并没有消失，但它越来越不回应你。你的整个生命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轻，越来越难以感受到自己真正活过。这就是罗萨指出的关系异化。好，罗萨为我们现代人的异化做完了病因诊断以后，接下来就要提出他的消除异化的药方了。罗萨对异化的病因诊断是现代社会不断加速发展，于是越来越忙碌的人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推入一种工具化、冷漠化、失去回应的状态。那罗萨给出的药方啊，并不是简单的让人不要忙碌了啊，让人慢下来过一种所谓的慢生活啊。罗萨的药方并不是追求量的降低，而是追求质的提升。这就是罗萨提出的招牌学说，也就是用共鸣来替代那种由增长、竞争、优化和加速主导的你与世界的关系。共鸣就是一种使得关系重新被点亮的状态，也就是当你接触世界的时候啊，你不是单向的使用它、消费它，而是会被它触动，同时你也会对它做出回应。简言之，你与世界发生共鸣，才是建立了一种你与世界的活的真正的关系。那怎么建立你与世界的共鸣呢？罗萨认为需要满足以下4个条件或者4个特征。第一，被触动。就是你和这个世界上的人或者事物发生了真正的触碰，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刺激。罗萨特别强调啊，共鸣不是从我要主动支配这个世界开始的，而是先从一种被动的触动开始的。也就是说呢，外部世界中的某个人、某句话、一段音乐、一种景色、一个问题，触碰到了你的心了，打动了你，让你从原本麻木、例行公事、吃瓜的状态里面被叫出来。这种触动不是平淡的信息接收啊，而不是刷手机接收信息啊，而是带着情感和意义的冲击。它让你停下来，让你感到这件事与我有关。罗萨说，这种触动很像是一种被呼唤的感觉，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对你发出呼唤，让你从原本那种冷静、理性，甚至有点麻木的状态中一下子被拉出来了。比如你在路边偶然间听到一首老歌，旋律响起的那一刻，你突然愣住了。这首歌是你中学时代和最好的朋友经常一起听的，你早已忘记了它的存在，但现在它毫无预兆的出现了，像一只手轻轻地拨动了你心里那根很久没被碰的弦。你停下脚步，不再看手机，只是安静地听。这就是触动，世界主动向你发出了呼唤。那光有被触动还不够啊，被触动以后的第2个环节是能回应，就是看你对这种触动有没有做出回应。注意哦，这种回应不是被动的反应啊，而是一种积极的回应。你不再是一个吃瓜群众或者旁观者，而是你主动参与进去，你在其中能发声、能作答，能让这段关系继续发展。比如你和一个人谈话时，对方某句话触动了你，你开始认真回答，把自己的想法也坦诚分享出来。谈话从礼貌性的应酬变成了真正的交流，这时候回应就出现了。或者偶然有一天，你被一个哲学问题触动了，你不单单是问了一嘴 AI 要个简单答案就完事儿了，而是回去展开调研，充分阅读，做了一期如何克服人的异化这样的大问题节目啊。这罗萨想说的是共鸣一定是有来有回的，而不是世界碰了一下你就结束了，而是你也要朝它靠过去，你愿意继续下去，而且你会感觉到你是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起了作用了。
那共鸣的第3个环节是能转变，也就是说呢，共鸣一定会带来一种转变。那只要你真的和这个世界中的某个人或者事物发生了共鸣，你就不可能还是原来的那个自己，世界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他。能否带来转变啊？就把共鸣跟普通的消费体验区分开了。这个普通的消费体验往往是我去获取了一种体验，这个获取完了，我还是我，事物也只是被我用过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而共鸣则是在这次接触后，我和世界都变了。比如你失恋后非常痛苦，朋友推荐你去听马勒的交响曲，你原本对这个古典音乐毫无兴趣啊，但某个深夜你戴上了耳机，听到了第2乐章那个绝望又温柔的旋律时，你哭了。你不仅被触动了，而且开始主动去了解马勒的生平，去听他的其他作品。几个月后，你发现自己对悲伤的理解完全不一样了。你不再害怕悲伤，而是把它当作生命厚度的一部分。你被这首曲子改变了，同时这首曲子对你来说也不再只是一段音频，它成了你生命某个阶段的背景音乐，你也赋予了它个人化的意义。除了上面3个特征之外，共鸣最后有一个决定性的特点，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根本不受掌控。也就是说呢，你没有办法通过策划、通过安排、通过购买来保证自己一定会被触动，一定会和世界建立共鸣。共鸣总是带着偶然性、被动性和不可预测性。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就是精心准备一次旅行，攻略做满，机票酒店都订到最好，但到了现场却没有什么感觉。相反，有时候你只是某天心情不好啊，随手走进一间书店，偶然间读到一句话，反而被击中了。就像我们之前有一期讲 AI 伴侣的大问题节目中提到的，就是你从网店里面买来的机器人伴侣不是真爱，真爱是不可策划的。共鸣保证了对方是具有他者性的，和具有他者性的对方的交往，才是和一个真正具有主体性的对方的交往，而不是自己和自己的幻想进行的自恋。总之，共鸣不是你可以制造出来的。而且呢，你越是想安排它出现，反而越容易失败。就像你越是努力想让自己马上睡着，反而越睡不着一样。更重要的是呢，就是一旦共鸣真的发生了，它会改变你，而且你事先也无法知道自己会被改变成什么样子。正因为如此，罗萨才会说，共鸣和我们这个不断追求效率、控制和优化的世界之间其实是有张力的，因为我们习惯了掌控一切，但偏偏那些最具生命力的经验是无法被掌控的。好，这就是罗萨对人的异化给出的诊断以及药方。人的异化是一种关系的异化，而克服这种异化的方案是与世界、与他人产生真正的共鸣，从而点亮我们与这个世界的真正连结。好，介绍完罗萨对异化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如何克服人的异化大问题研讨会的会议总结。本期大问题节目，我们探讨了异化的问题。异化给我们的直观感受就是，我们明明活在自己的生活里，却越来越不像我自己。造成异化的原因，马克思说，工人生产的东西不属于自己，反而反过头来控制自己。马尔库塞说，我们的欲望不是自己的，是被消费社会悄悄塞进来的。罗萨说，我们连和世界建立真实关系的能力都在消失，体验了很多，却什么都没留下。本期讨论最重要的启发，也许并不是让我们立刻变成某一种哲学立场的追随者，而是让我们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多问几个问题：我每天做的事情真的是我愿意做的吗？我拼命追逐的那些东西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我和别人、和世界、和我自己之间还保留着真正有温度、有回应的关系吗？还是说我只是一直在忙，一直在消费，一直在应付，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当然，哲学并不能替我们立即把生活过好，马克思并不能替我们辞职，马尔库塞也不能替我们卸载购物软件，罗萨也说共鸣是不可策划的。但是哲学至少能够帮我们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它能够帮我们看清我们究竟病在哪里。看清异化本身就已经是抵抗异化的开始。也许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摆脱整个时代的结构，但至少我们可以先拒绝彻底的麻木，我们可以重新严肃对待自己的劳动，重新怀疑那些被塞给我们的欲望，重新珍惜那些能够打动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感到自己还活着的关系。说到底，克服异化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再也不会疲惫、不会迷茫、不会痛苦，它真正意味着一种自我追问的开启。那就是在这个不断把我们从自身剥离开的时代里面，我们如何重新把生活
活成我的生活。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本期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评论里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